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成所的阿修。今天呢，我們要來深入拆解一個聽起來有點反直覺，卻拿下了諾貝爾化學獎的革命性概念。你知道嗎？我們通常都會覺得能得獎的科學發現，肯定是一年比一年複雜，越來越深奧。但今天這個主題恰恰相反，它追求的是極致的簡單。這就是所謂的點擊化學，一個聽起來像扣扣子一樣簡單，卻正在為癌症治療、阿茲海默症，甚至是永續發展帶來巨大突破的想法。好的，我們就從梅爾達教授這句既宏大又根本的話開始聊起。萬物皆化學，這可不是什麼哲學比喻哦，這是字面上的事實。你想想，從你為什麼會感到飢餓、疲倦，到為什麼會墜入愛河，這所有的一切，背後都是我們大腦跟神經系統裡各種化學物質交互作用的結果。整個宇宙說穿了，就是一個由分子和原子構成的複雜系統。只要你理解了這一點，我們就能掌握接下來要談的重點到底有多麼關鍵。化學毫無疑問地是解決全球性危機的一把鑰匙，不管是開發新藥、創造新的材料，還是要解決能源問題，都離不開它。但這把鑰匙過去一直有個根本性的問題，它實在是太難轉動了。傳統的化學合成方法往往效率很低，過程又複雜，而且還會產生一大堆很難處理的廢料，這就讓我們陷入一個窘境。在解決一個問題的同時，又製造了新的問題。我們把化學的潛力和它難題擺在一起，感受一下，那個對比會非常強烈。你看，一方面它有潛力治癒疾病、解決永續問題，但另一方面，傳統的方法就像什麼？就像你要蓋一棟摩天大樓，但手上卻只有手工工具，整個反應又慢又複雜，還會產生一堆你根本不想要的副產品。也就是化學廢料，而且常常還得在高溫高壓這種極端的環境下才能進行。這顯然不是一個有效率，更不是一個環保的方式。所以你可以想象，幾十年來，全世界的科學家都在尋找一個更好的方法。他們就像是在進行一場漫長的探索，目標就是要找到一種能像組裝樂高積木一樣精準、乾淨地把分子搭建起來的完美反應。而不是像以前那樣，每次都搞得一團亂，最後留下一堆爛攤子。這就不只是技術問題了，它更是效率和永續性的核心。過去那種高溫高壓的舊方法，不只浪費能源，成功率很不穩定，但更重要的是，許多跟我們生命息息相關的化學反應，都必須在水這個環境中進行。你想想看，我們人體大部分都是水嘛。但在傳統的有機化學裡面，水常常是個搗亂的敵人，會干擾反應。所以科學家迫切需要一種能在水中簡單高效進行的反應，這就是這場革命的起點。接下來，我們就正式進入這場革命的關鍵時刻了。一個極其優雅的解決方案終於出現了，它就是點擊化學。光是這個名字本身就完美地傳達了它的精髓，它代表了一種全新的思維方式。這個比喻真的非常到位。點擊化學這個詞其實不是兩位男性科學家想出來的，而是其中一位得主夏普賴斯的妻子珍。他覺得這個反應的過程就像我們在扣雨衣上的紐扣一樣，位置一對準，咔嗒一聲就完美地扣上了，不會有什麼中間狀態，也不會扣錯。這就是點擊化學的核心精神，在兩個分子之間創造一個完美的、保證成功的連接。不過，要被稱為點擊反應，那個門檻其實是非常非常嚴苛的。首先，產率要極高，而且幾乎不能有任何副產品，光是這一點就讓它成為一種綠色化學。其次，它必須能在常溫常壓，特別是在水中進行。再來，反應物本身要很容易取得，連接要夠穩定，而且它只會在你指定的位置發生反應，絕對不會亂跑。就是因為有這些嚴格的標準，才讓它如此特別又如此強大。好了，理論講得差不多了，我們來看它一些驚人的應用。如果說點擊化學是一個工具箱，那科學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用它來打造分子等級的微型機器人，去執行一些極其精密的任務。如果你正在聽，這部分的概念非常關鍵，值得你筆記一下。你想象一下，我們有3個各自具備不同功能的分子。第一個負責定位，就像 GPS 一樣，
可以精準找到癌細胞；第二個負責穿透，就像工程錘一樣打破細胞的防禦；第三個則是投遞致命的藥物。過去這3個是獨立的，但透過點擊化學，科學家能把這3個獨立的分子咔嗒一聲完美的組合成一個單一智能的分子機器人。這個機器人可以在我們體內循環，精準地找到癌細胞，然後執行摧毀任務。這就是精準醫療的未來。接下來我們進入下一個關鍵點，點擊化學展現實力的第2個重要舞台，是直接挑戰目前最棘手的人類健康危機之一，也就是阿茲海默症。這項技術等於是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前所未有的視角，去處理這個複雜的疾病。我們知道，阿茲海默症的一個主要特徵，就是大腦裡面會形成一些有毒的蛋白質團塊，我們稱之為斑塊。這些斑塊會損害神經元，導致我們的記憶和認知功能喪失。過去我們一直很難有效地去組織或是清除這些斑塊，但現在點擊化學提供了一個全新的武器，讓科學家可以直接在分子層面上設計出能夠干擾甚至分解這些斑塊的分子。這裡有個案例，完美地展示了電極化學的威力。在梅爾達教授的研究中，他們找到一種天然抗生素。這種抗生素它可以殺死 A、B、C 這3種細菌，但對於已經產生抗藥性的 D 細菌完全沒用，束手無策。接着，他們做了一件事，就是利用點擊化學對這個天然抗生素進行了微小的改造，就像是給它加裝了一個新的零件一樣。結果呢，改造後的抗生素不但保留了原本的殺菌能力，還能夠100%有效地殺死那個有抗藥性的低細菌。這就證明了點擊化學非常有潛力去解決棘手的細菌抗藥性問題。談到這裡，這引發了另一個層次的思考。我們不只要看這項技術本身有多厲害，更要去理解催生這種偉大發現背後的思維模式是什麼。也就是說，頂尖的科學家他們到底是怎麼思考問題的？梅爾達教授的核心信念是，真正的創新並不是來自於嚴格的計劃或是什麼 KPI， 而是來自於好奇心驅動的探索。當科學家可以很自由地去追尋那些看起來好像有點不着邊際的想法時，真正的突破才會發生。他說，這就是驅使他們這些人連睡前都還在思考化學的原因，那是一種純粹的熱情。而他對化學的這種熱情，是源於他認為，所有複雜的生命現象其實都可以被歸納成5個核心的化學功能，也就是分子識別、轉化、信號傳遞、運輸還有複製。從一個細胞怎麼辨識另一個細胞，到酵素如何催化反應，這一切的基礎都是化學。最後，我想跟你分享梅爾達教授這個非常有力量的比喻。他說，所謂的卓越，其實是在設備精良的遊樂場裡，讓一群愛玩的團隊盡情發揮。這句話的意思是什麼？意思就是你給一群聰明、有好奇心的人足夠的自由和最好的工具，讓他們去玩，他們自然就會創造出突破。科學進步的本質不是嚴肅的苦工，而是一種充滿樂趣的探索。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第一，點擊化學把複雜的分子合成簡化，像嗑扣子一樣簡單、高效而且環保的過程。第二，它在精準醫療、對抗神經退化疾病以及解決抗藥性問題上都展現了巨大的潛力。第三，也是最重要的，真正的科學突破源自於好奇心、自由探索以及一個允許失敗和玩樂的環境。這就回到梅爾達教授留給我們的最後一個問題。當我們面對未來，像是氣候變遷、能源危機這些巨大的挑戰時，我們準備好為下一代的創新者打造一個什麼樣的遊樂場呢？這不僅是科學家的責任，也是我們整個社會需要思考的問題。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如果你覺得這一期有幫助，記得馬上點讚加訂閱加開啟小鈴鐺。我們正在衝訂閱，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們下次見，拜拜。